印度抱怨美国对印度的支持降低了档次，印度对抗中国也缺少了后援。之所以如此，是不是美国的葫芦里边已经没有什么可卖的药了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呢，近期也访问了印度。一边呢是我们看到了谢尔曼跑了一趟中国，布林肯呢转了一圈也去了印度嘛。跟以前不一样，就是这次美国跟印度会晤之后啊，就没让印度太开心。你看以前这个美国人一来给这个支持，给这个衣服啊、防寒服啊几万套，这个弄得这个印度人很兴奋。我们得到了美国人的衣服了，可以上高原了，这个力量涌上来了。这次不是，这次你看这个印度啊，对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就很恼火。认为美国人放任不管呢，那阿富汗肯定要乱起来。塔利班一旦占领阿富汗之后，就很有可能把整个阿富汗变成一个反印度的国家。再加上阿富汗如果跟巴基斯坦在一起合作的话，那么印度面对压力就更大了。这还算小事儿，最大的问题是印度很担心美国对中印冲突的态度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你看过去啊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公开支持印度，并且呢要强烈谴责说中国侵略了印度，而拜登政府呢则选择回避这个方向，不愿意表达对中印问题上的一个选边站态度。美国对印度拉开距离呢，我觉得原因是有多方面的。一种呢是因为拜登确实在避免跟特朗普一样，不想直接刺激中国。那么现在如果把这个中印问题再做一个选边站的话，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缓和更加没戏了。美国现在要把中美对抗的主战场转移出来，不在中印边境上，不在台湾问题上，它的主要战场是放在了人权问题上，围绕新疆啊、香港这些问题去说话。因为打人权牌特别容易获得欧洲这些盟友的认同，获取欧洲盟友认同才能够更好对抗俄罗斯。而在台湾也好，中印边界问题上闹事儿的话，欧洲这些盟国基本上没有人会跟进。这样的话，美国自己卖力气还讨不了好吃。另一种可能性呢，就是拜登政府现在不想跟中国直接对抗，但是呢，为了摆脱对中国的依赖性，也需要印度发挥作用。就是前段时间嘛，在印度身上压了太多的期望值了，打算把印度变成一个世界级的生产基地，用来替代中国制造。然而，印度的社会组织能力，还有这一波疫情，让美国的希望基本上全部落空。其实当年特朗普玩民粹，玩美国第一，就已经是坏了规矩。规矩一坏，美国跟欧洲关系就有点拉远了。然后呢，特朗普又跟中国是猛烈碰撞，算是给美国这条大船又撞出个洞。现在拜登上来之后，看着这个洞漏水，他也着急啊，他必须阻止这个洞继续进水。怎么办？就拿着澳大利亚跟这个日本往洞里填。但是澳大利亚和日本无论经济实力来讲还是军事实力来讲，这二位能力都实在太有限，就是把他们俩都牺牲掉了，也相当于是用了2卷卫生纸而已，于事无补啊。所以后来美国想把印度也加上来，把印度变成了一个生产基地嘛，然后发现印度这次连手指都算不上，弄不好还粘手。美国的这个内部意见争斗中呢，虽然民主党也好，共和党也好，都是把中国作为对手或者敌人，但是方法毕竟是不一样的。眼下美国缺少足够的能力和中国全面对抗，只能是在高调挑衅口号下满足一部分人的需要，然后再低调寻求缓和，满足另一部分人的要求。这种情况下，美国人葫芦里边可用的药就会越来越少。那么会不会导致美国进一步的远离印度，甚至抛弃印度呢？因为印度这个国家一直有特点，就是占据的地理位置是相当的不错，让美国等国家都觉得有拉拢价值。但是呢，印度呢又比较高冷，一直高喊的口号也是外交独立，印度洋是印度的印度洋。所以呢，你想把这个印度拉上自个儿的船也相当不容易。不给印度足够的真金白银，印度可轻易不会相信口头的爱情啊。但是现在美国发现印度的特点是养我养不起，美国自己没钱，用还用不上，印度现在是烂泥扶不上墙。那么美国人如果明智的话，就要选择跟印度保持距离了。至于说如何保持距离啊，所以你看布林肯这次去印度之后，马上就抛出一个老话题，指责了一下印度的人权问题。毕竟是把人权问题抛出来之后，先埋好这一条主线，将来呢说是好聚好散，用的时候再相聚，这就可以埋下一个预先的理由。好，关于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不是还能够长期处在蜜月之中，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